佛陀的父亲迦毗罗卫的净饭王晚年郁郁寡欢，儿子和唯一的孙儿以及其他几位王子们都跟随佛陀出家了。净饭王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王位继承人，只有一个弟弟的儿子提婆达多却天天烂醉如泥，泡在花院。净饭王想念儿子，却无处说话。一个人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塑像前，跟悉达多自言自语：我给你娶了耶输陀罗，还生了个儿子，可我还是不能懂你。佛陀越说越激动，这时候王后找了进来：陛下，陛下，你在这做什么？御医说过让你多休息，来，你没看到我在跟悉达多说话吗？陛下，这只是粘土做的雕像，不是悉达多。净饭王说，我们都是用这粘土做的，总有一天我们都得回到这土里。说完，净饭王开始急促嗨了起来。陛下，王后心疼的连喊着陛下。御医再次给国王诊断，国王的病情恐怕撑不了几天了。御医告诉家人说，现在应该是请佛陀和其他子孙们回家的时候了。净饭王此刻最想见的就是佛陀和其他孩子们，又担心还能不能等到这个时候。车逆急速地跑到佛陀这里，一见到佛陀跪倒在地，还没开口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佛陀正在禅坐，缓缓地睁开双眼。车逆，你怎么来了？车逆说，求您还有王子们尽快赶迦毗罗卫吧。阿那律问，出什么事了？车逆，净饭王陛下快不行了，他想再见你们一面。佛陀一言未发，立刻下座，火速赶往迦毗罗卫。佛陀领着罗侯罗的小手，其他几位王子跟随其后。回到家，妻子耶稣最先看到佛陀和儿子走进来，往后赶忙对陛下说：陛下，您看谁来了？净饭王看见佛陀便吃力地伸出手，我撑着这一口气，就为了能见到你。佛陀叫着，父亲，您慢慢的呼吸，现在您的气息是最重要的。佛陀说，我和罗侯罗、阿难、南陀摩诃南和你一起呼吸。为什么佛说呼吸如此重要？因为呼吸能够控制人的情绪。如果临命中前人的情绪安详，死后就不会去三恶道。净饭王缓缓地说，我一生来去匆匆，体会了很多，一心一意的去天平玉鹤，到手的却是贪得无厌，粗茶淡饭的日子却能令人知足。母亲说，悉达多，你离开迦毗罗卫后，陛下生活的非常简单，用你的道在领导人民。看着他，佛陀让父亲让他看看罗侯罗，看看阿难陀，看看窗外繁茂的树木，看看那些绿叶，您看看他们，想一想，生命的脚步何曾停下？它永不止步。同样的，您活在我们心中，活在罗侯罗心中，活在南陀心中，你生命的活力永远的融入了您的亲族骨肉。您看，罗侯罗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。净饭王听完，缓缓地说道：听你说这些话，我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已消失殆尽。佛陀几句智慧暖心的话，让父王不再对死亡而恐惧。随后说到，现在还有一事未决，就是迦毗罗卫的大权谁来主宰？这时候，佛陀的叔叔说，不然宣布南陀继位吧。祥光婶婶看着非常紧张，但也不敢插话。佛陀说，父亲，南陀不愿意继位，何况他的能力还不足承担王位。叔叔又说，要不让罗侯罗继位呢？祥光看着非常焦急，怎么就不提自己的儿子提婆达多呢？佛陀又说，罗侯罗年纪还小，二叔胡饭王开始推荐自己儿子提婆达多了。大家沉默了很久。净饭王说道，是啊，提婆达多还在。又问提婆达多在哪里呢？胡饭王还在给儿子打掩护，说正在来的路上，他去勘察边境了。提婆达多刚刚从花院回来，喝得烂醉，摇摇晃晃的，嘴里还念叨着花院里啊，花院好啊，哈哈哈。一边说着差点没有跌倒。祥光婶婶也替儿子说好话，说儿子一直心系臣民，
正在这时，提婆达多的声音在门口就出现了，依然是花院，真好，美酒好啊！提婆看见自己的几个弟弟，还嘲笑他们这些要饭的，请给施舍，拿着个围巾在陛下眼前晃来晃去，还说陛下这是怎么了？回头看见佛陀，立刻双手合掌，原来是佛陀王主殿下，于是高喊了起来：佛陀王主万岁！佛陀王储万岁！喊了几声后便坐倒在地。这时候，忠心耿耿的余主大师都说话了：您明白得很，释迦未来能否托付给提婆达多？他连自己都管不住。国王好不容易让佛陀宽慰平静了，又让提婆达多给气做起来了，丑劣，实在是丑至极。佛陀半晌才说出一句话：一个人不辨时间、地点与形势，交由他掌管，万众成名的生业只会带来不幸和悲哀。净饭王说迦毗罗卫的大业，我死后竟然无人可托吗？佛陀摇摇头，无。父亲有一个人能竭诚奉献，兢兢业业，也通过了我的考研。净饭王听后非常激动，说道：在你的眼里岁最适合，我就把大权交给他。叔叔们也都很好奇，到底是谁？佛陀站起身，拿起王冠，对父王说：拿着它，陛下，为您的继承人加冕。大家屏住呼吸，好奇而紧张的看着这一幕。净饭王在没有接过冠冕之前问道：是谁？佛陀回头叫摩诃南过来这里。摩诃南说：兄长，我能胜任吗？佛陀让父王起身来。陛下。净饭王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努力挣扎着缓慢起身，扶了一下摩诃南的肩膀。默认文本双手颤抖着捧起王冠，如解释重的把冠冕扣在摩诃南头上。大家才知道原来如此，因为摩诃南原本是就威武无比的大将军出身。佛陀说：我向您保证，父亲，在摩诃南能清理政事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迦毗罗卫的。国王听到这么懂他心思的话语，继承人已定，佛陀又会扶持摩诃南。净饭王双手合掌，最后一句话就是感谢自己的儿子。说完，慢慢的吐出最后一口气，撒手人寰。王后发出撕裂般的哭叫声。佛陀亲自为父王举行隆重的葬礼，恒河的岸边，全国所有臣民全都来参加葬礼。生与死是生命的必然，我们始终思考，常行己身，使自己不致迷失于欲望，更要活在平和、喜悦和满足的幸福。这是宝的真意，是释法的真意，它是生亦不死，不创造亦不毁灭。佛陀尽最后的孝道，亲自为父亲安葬，点燃了父亲的葬火。这期视频分享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